咱们上一集讲到啊，美国在2019年1月29号向加拿大提出了引渡孟晚舟的申请。这之后啊，那么事件的核心就变成了加拿大该不该、可不可以把孟晚舟送到美国接受司法审判的问题。在整个孟晚舟引渡事件过程中间，一共有4个关键角色：美国政府、美国法庭、加拿大政府、加拿大法庭。这4个部门都必须同意孟晚舟引渡到美国，这件事情才能做成。换言之，这4个部门呢，任何一个部门都可以随时终止孟晚舟的引渡程序。那么按照加拿大的引渡程序呢，一共分为7步。第一步呢，就是抓捕。2018年的12月1号，美国要求加拿大抓捕孟晚舟，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第2步呢，就是引渡申请。按照加拿大的法律规定，60天之内，美国必须提出引渡申请。如果你不提出引渡申请的话，他们就会把孟晚舟给放了。那么2019年的1月29号，美国提出了引渡申请。第3步，就加拿大的司法部长啊，有个裁决权，他可以裁决这个事情啊是否进入到聆讯程序。也就是说，加拿大部长可以在这个时候啊终止整个引渡程序。就说这件事情虽然你们美国提出引渡了，但是我们不同意，我们不配合。这个呢也不需要什么司法程序，加拿大的司法部长自己就可以做决定。第4步，如果要是确定进入到聆讯程序之后呢，先确定一个聆讯的日期。第5步就是正式进入到聆讯。如果在第5步过程中间，法院裁决这个孟晚舟的事情呢符合加拿大的引渡法，就进入到了第6步，加拿大的司法部长还有一次机会决定是否把孟晚舟送到美国去。看到了吗？在前后啊，这第3步和第6步，加拿大政府有2次权利终止这个程序。那么这2次如果都没终止的话，第7步就是要把孟晚舟送到美国了。5G networks must be secure, they must be strong, they have to be guarded from the enemy. 孟晚舟女士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的法律就被逮捕，会有什么后果我不知道。Political decision made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iplomatic dispute. 1月29号的时候，美国提出了引渡申请。那么到2019年的3月1号，加拿大的司法部长做出了裁决，这件事情啊进入到聆讯程序。也就是说，加拿大政府自己不做出决定，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2天之后的3月3号，孟晚舟的律师团队啊突然发起了一个诉讼，起诉加拿大政府、加拿大的边境警察，也包括加拿大的皇家骑警。孟晚舟这个律师团队啊，应该说还是挺专业的。你12月1号把人抓起来之后，华为立刻就给孟晚舟啊组建了一个豪华律师团队。这些律师团队也天天在研究加拿大的法律。他们在这个聆讯程序还没有开始之前，先起诉了加拿大政府。这一招说实在的非常高，一共有3个好处。第一，在引渡案过程中间，要想找到对孟晚舟有利的证据不太容易，因为引渡无非就是美国提供一个证据，而加拿大对这些证据呢，基本上采取信任态度，他只要符合加拿大的引渡条款，就会给你引渡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想找对孟晚舟有利的证据怎么办呢？他们就起诉加拿大政府，要求公布加拿大当时逮捕孟晚舟过程中间的所有档案、所有材料。他们的律师团队就会在这里找对孟晚舟有利的证据，这是第一点。第2点，如果要是在这个案子审理过程中间确定了加拿大的政府啊，也包括那些加拿大的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真的侵害了孟晚舟的权利、人权，那就涉及到一个对当事人的司法补偿问题。那对于孟晚舟来说，他的补偿肯定要求不是要钱。你想想，孟晚舟缺钱吗？华为缺钱吗？显然不是。那对于孟晚舟来说，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就是终止引渡。所以呢，孟晚舟他们的律师团队的想法是，一旦要是确定整个在逮捕孟晚舟的过程中，执法过程中间有问题，侵害了孟晚舟的权利，就要求整个引渡程序终止。第3步，启动这个程序还有一个好处，可以把诉讼的时间拉长。因为你那个聆讯还没开始嘛，我先起诉你加拿大政府了，起诉你那些警察了，你得先审，对不对？那么这个审的过程中间，把这个诉讼拉长，它有一个好处，为中国政府跟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啊外交解决和政治解决孟晚舟事件赢得时间。大家都知道这个案子啊，
在中美加之间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那各个国家的政府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博弈啊、谈判呐，但这个需要时间啊。如果你这诉讼很快就进入到裁决要引渡了，那政府可能还没谈好呢，这事儿就已经决定了，那就被动了。所以呢，把诉讼程序尽量拉长，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啊。在这个诉讼过程中间，孟晚舟团队就要求加拿大这个骑警公布所有的这个材料，而且他们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质疑。为什么呢？就是2018年啊，孟晚舟被加拿大警察逮捕的时候啊，他在逮捕之前的海关那个地方被他们当时的边境警察盘问了3个小时，而他们认为这违反了加拿大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大家都知道，美国和加拿大有这样的一个米德拉宣言吗？就是你要逮捕一个犯罪嫌疑人的时候，你首先要告知他，你有权保持沉默。这个时候啊，你要说话啊，将来都有可能成为你未来呈堂不利的证据。但孟晚舟当时啊被加拿大警察盘问3个小时的过程中，没有告知他要被逮捕，孟晚舟蒙在鼓里，而且那些警察还问他关于伊朗的事情。所以呢，孟晚舟的律师团队认为，这明显的违反了加拿大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的这个法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进行了非法搜查。他们在这个盘问这3个小时的时间里啊，孟晚舟的行李就被他们已经全部打开搜查了，孟晚舟的电子设备啊也被他们拿走了，密码也被带走了。你都没逮捕，你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拿走啊？而且当时孟晚舟说：“你为什么要拿我的手机呢？”他们说：“哎，我们这边境警察需要，入关需要。”第三，他们认为啊，这个边境警察把这个信息啊透露给了加拿大的骑警，因为加拿大的骑警是负责逮捕孟晚舟的，而边境警察只有权问孟晚舟关于入境的问题。但是这个边境警察拿了孟晚舟的手机之后啊，把这密码告诉了这个皇家骑警，皇家骑警最后告诉了法院嘛，那他认为你这个信息本身不应该共享的，你共享了，这也是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这是第3项。第4项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加拿大的警察跟美国的 FBI 合谋，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在孟晚舟没有被引渡到美国之前，美国的 FBI 不应该获得孟晚舟在加拿大被逮捕期间所提供给加拿大警察的一切信息。但是呢，他们调查发现啊，这加拿大有一个警察还给那个美国的 FBI 之间有邮件往来，而且他们加拿大警察之间内部的邮件也说到一句话，说这个电子设备都得留着啊，那回头这个 FBI 要的。那他们就认为，你看这不是跟这个 FBI 合谋吗？还没有引渡呢，你把孟晚舟的资料都送给美国 FBI 了，那这也是违法呀，也是侵犯孟晚舟的权利啊。那后来呢，加拿大的警察就出庭作证，他们就辩解说，第一，我们当时盘问孟晚舟3个小时，那就入境审查嘛，入境审查有长有短，那你也不能说盘问时间长那就不合法。那问伊朗的事情，那也是判断你可不可以入境，你有没有犯罪。结果这个时候呢，孟晚舟的律师团队又提出来了，他说你们撒谎。为什么？因为你们那天还开了个会本来是计划在飞机上直接逮捕他，根本没有过海关这个环节。后来你们临时改的主意，然后那警察就又说了，是有这么一个会啊，但是后来为什么又改呢？是因为孟晚舟旁边呢有一个女士陪着她一起来的，怕他们反抗，在飞机上空间比较小，说怕那个带来问题，所以就决定让他到入关的时候再逮捕他。然后关于最重要的那个串谋问题啊，这里头就有一个插曲，就当时加拿大这个骑警中间做这件事情的这个警官姓张，是个华裔。他在这个事情发生不久之后，他就辞职了，跑到澳门啊一个赌场里当这个保安队长。他当时就说啊，是美国 FBI 明确要求他们给他提供资料来着，但是他给美国 FBI 提供没提供呢，他记不清了。而且呢，他跟律师评估之后啊，他拒绝到法庭作证。这件事情啊，应该说对加拿大政府非常不利，因为你作为你自己的骑警，你都不愿意到法庭作证。有人就传言说，这个骑警啊辞职之后到澳门当保安队长被中国的国安盯着了，国安就找他谈话，威胁他说你不许去作证啊。然后这个哥们就不敢去了，
当时媒体有这种报道啊，但是这个没有证实，咱们也不知道啊。但毕竟是这个张警官没有出庭啊，对整个这个诉讼过程中间加拿大这方面是不利的。2019年的5月8号，那关于孟晚舟到底符不符合引渡的这个聆讯呢，也正式开始了。5G networks must be secure. They must be strong. They have to be guarded from the enemy. 孟晚舟女士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的法律就被逮捕，会有什么后果我不知道。Political decision made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iplomatic dispute. 那这个聆讯的内容主要就是涉及到孟晚舟的这个行为啊，是不是符合双重犯罪的原则？因为加拿大的引渡法里头就规定啊，如果要想引渡一个犯罪，这个行为呢，就是在被要求引渡国它是犯罪，在加拿大也必须犯罪才可以引渡。比如说，有一个国家里它规定同性恋违法，它要求加拿大引渡，那加拿大同性恋是合法的，这就不能引渡。再你比如说，在中国反共是违法的，那这个人如果要是因为反共跑到加拿大了，中国要求加拿大引渡，那加拿大也不能引渡，对吧？因为加拿大反共不违法嘛，你随便喊打倒共产党都不违法。当然，中国跟加拿大之间并没有引渡条约啊，引渡协议啊，但我只是举个例子，也就是任何一个被引渡的人都必须符合双重犯罪的原则才可以引渡。所以呢，当聆讯正式开始之后啊，那孟晚舟的团队就说了，这件事情的核心是美国制裁伊朗，而那个孟晚舟啊跟汇丰银行的事情，充其量就是因为他违反了美国的这个禁令，所有的核心就在于此。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加拿大没有制裁伊朗，只有美国制裁伊朗了，所以孟晚舟这个行为啊，在加拿大他不犯法，因为加拿大你又不制裁伊朗，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按照加拿大的法律规定就是合法的，这是孟晚舟团队啊说的理由。那美国当时就反驳，他说啊，本案的核心呢，不是因为美国制裁伊朗，也不是因为你们违背了美国制裁伊朗的这个法律啊，主要最核心的是你孟晚舟跟汇丰银行的陈述是虚假的，你骗了汇丰银行，导致汇丰银行这样一个商业组织啊，在做商业决策的时候做出了对自己不利的选择，这是核心。因为你没有跟汇丰银行说真话，你明明是星通公司的这个实际控制人，你隐藏了这样的一个信息，你跟他说你是正常的商业伙伴，汇丰银行被骗了，于是给你贷了这么几十亿的美元嘛，就是这个问题。孟晚舟他们就辩称说这件事情你放在加拿大的法律条件下，如果要是没有这个伊朗被制裁的事情，就都不存在。所以他们坚持认为呢，他们这个行为啊，在加拿大是不犯法的。那么这个一审呢，就审了差不多1年多的时间。到了2020年的5月26号这一天，孟晚舟啊和一帮自己的亲朋好友开着一辆豪华汽车就来到了法庭面前。从车上下来之后啊，在法院门前拍照。孟晚舟比了一个 V 字形的胜利姿势，因为第二天5月27号啊，法院就要对孟晚舟这个是否符合双重犯罪的这个行为进行裁定。从这个举动你可以看出来啊，孟晚舟他们实际上对第二天的裁定是非常具有信心的。他们认为他们基本上通过法庭上的诉讼策略啊，也已经胜券在握。Huawei executive Meng Wanzhou has lost the appeal to have her case dismissed. Huawei executive Meng Wanzhou will not be heading home as quickly as she'd hoped. A judge has. 法院是怎么论证的呢？加拿大的法律啊，规定这个双重犯罪的原则啊，有这个所谓的整体犯罪，还有一个要素犯罪说。那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行为啊，如果你扣法条，你到加拿大是不是犯罪？这叫要素犯罪说。如果要是这个行为整体放到加拿大的法律体系下看，是不是犯罪？这叫整体犯罪说。这个法官认为，孟晚舟这个行为总体来讲还是属于犯罪的，而且呢，他也对孟晚舟他们当时提出来的，你加拿大的法律啊，在评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参考美国的法律呢？他做出了一个说明。这个说明啊，举了加拿大历史上一个比较著名的案子，就1853年
有一个黑人呢，在美国把自己的老板给杀了，白人老板给杀了，然后呢就逃亡到加拿大去定居。后来美国人知道之后呢，就要求把这个黑人引渡回美国进行审判。当然他回去之后肯定得绞死，因为把自己的奴隶主都给杀了嘛，对不对？结果这个时候呢，加拿大的法院就来审理这件事情。审理的时候呢，这个奴隶肯定说他是正当防卫，对吧？你那个奴隶主欺负我们，我们把他杀了跑了，获得自由。但是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啊，奴隶根本就不是人，没有人格，所以就不存在正当防卫。最后加拿大的法律啊，就借鉴了美国法律这个法条，就判应该把这个奴隶引渡回美国。这个案子当时在加拿大很有名啊。这个法院裁决完之后，英国法院知道了，立刻就叫停了，说这不行，你把这个奴隶给你弄回到美国去，这不对。后来就重新审理这个案子，最后裁决呢，这个不引渡。后来这个奴隶就回到了非洲利比里亚去定居了。那法官当时啊，在引述这个案子的时候，他说为什么那个案子啊，引述美国的法律的时候被驳回了呢？是因为美国搞奴隶制，而加拿大不搞。所以呢，美国这个奴隶制啊，其实对加拿大的价值观是一个伤害，是违反了加拿大的基本价值观。但是在孟晚舟事件过程中间不存在。美国认为就是对这个商业银行进行欺诈是犯罪，那么我们加拿大认为每个人也是有诚实义务啊。所以呢，他认为在这个案子过程中引述美国的这个法律不存在问题。这个啊，对孟晚舟这个团队啊，应该来说是一个挺大的打击。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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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啊，就孟晚舟的团队啊，还是想到了其他办法。就这一年的7月份呢，他们就在法庭提出了一个新的动议。5G networks must be secure. They must be strong. They have to be guarded from the enemy. 孟晚舟女士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的法律就被逮捕，会有什么后果我不知道。Political decision made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iplomatic dispute. 这个动议说什么呢？就是说啊，美国给加拿大提供的关于孟晚舟犯罪的证据啊，全都不可信，基本都是假的。他们为什么这么讲呢？他就发现啊，美国的这个司法部啊，向加拿大法庭提交的孟晚舟当时跟汇丰银行一起吃饭的那14页 PPT 中间少了2页。那少的2页啊，里头有关键内容，就是那2页中间孟晚舟说他们跟星通公司之间的关系啊，是可控的商业关系，不是一般的商业贸易伙伴。所以你看，孟晚舟的律师就说了，你看到了吗？孟晚舟并没有隐瞒他们跟星通之间的关系。什么叫可控的商业关系啊？那意思不就是说华为可以控制星通吗？人家根本没隐藏这个关系，是你汇丰银行自己看到这个东西，你做的决策，你怨人孟晚舟干什么呀？这件事情一提出来之后啊，整个这诉讼啊，当时又为之一变。 This morning, where her lawyers made another attempt to get her extradition case tossed out. Today, they attacked what's called the record of the case. 那法官一看，确实啊，你美国你提交的证据，你为什么不提交对孟晚舟有利的证据呢？你只提交对孟晚舟不利的证据啊。所以孟晚舟的团队就认为美国有意隐藏了对孟晚舟有利的证据。紧接着啊，就是2021年的2月12号，孟晚舟的律师团队在伦敦高等法院发起了对汇丰银行的诉讼，要求汇丰银行提供啊孟晚舟当时跟他们见面之后，汇丰银行不是给他贷款了20亿美金吗？整个这个他们内部决策的文件以及内部的沟通记录。按照英国的法律规定啊，这也是华为的权利。汇丰银行面对这个诉讼的时候，很快就怂了，就跟华为和解了，然后就给华为提供了他们几乎要的所有的文件。孟晚舟的团队看到这些文件之后呢，就发现了很重要的内容。在汇丰银行内部的电子邮件里头显示啊，他们内部是知道华为就是星通公司的老板的。你看，汇丰你明明知道华为就是星通公司的老板，那你现在你就没有办法证明你汇丰银行做出这个决策啊，
是因为孟晚舟的虚假陈述导致的了。于是他们就把这个证据提交给了加拿大法庭。我个人觉得孟晚舟团队啊搞的这份证据还是非常有利的。为什么？因为咱们刚才讲了，你整个欺诈罪的核心就是2条嘛。第一是虚假陈述，第二呢是因为虚假陈述导致的经济损失。那你汇丰银行既然你的底层全都知道华为就是星通公司的老板，那你怎么证明你们的决策是因为华为的虚假陈述导致的呢？当时美国就辩称说这个汇丰银行底层知道这个信息啊，并不表明当时他们这个风控决策团队啊在做这一笔决策的时候啊，他知道这个信息。但我觉得其实美国当时这个辩解啊缺乏说服力。为什么呢？因为你汇丰银行不是一家 P2P 公司，你做这么大一笔决策的过程中间，你没有风控调查吗？你风控调查你不要求内部信息通报吗？你自己的底层员工都知道华为就是星通公司的老板，然后你顶层做决策的时候，你还说我是因为孟晚舟的虚假陈述做出的决策，那这个就算是你说是真的，那这个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呢？是应该孟晚舟来承担，还是你汇丰银行自己的风控部门来承担呢？因为这个信息就在你们内部都知道了，你自己做决策的都不清楚，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证据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利的。但是啊，这个证据提交给加拿大的法庭之后呢，加拿大的法庭是这么说的，他说现在呢，美国提供了一个版本的故事，这个故事也不是特别有说服力。你孟晚舟你的团队也提供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也不能完全否定美国这个版本的故事。由于我们只是一个引渡的案子，没有办法就你案件本身进行实质审理，那证人也不能出庭，所以这事儿啊，你们到美国法庭啊去吵去，我就不管了，是吧？所以呢，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呢，就这一部分的内容啊，没有被加拿大的法庭采信。我看到这部分资料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可惜啊。孟晚舟的团队啊，他们想到这个点子的时候稍微有点晚了。你想啊，聆讯是在2019年的5月8号开始的，但是他们起诉汇丰银行已经到了2021年的2月12号。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想到起诉汇丰银行，拿到这个证据，在这个加拿大的法庭啊裁定双重犯罪那个聆讯过程中就交出这个证据的话，那我觉得就精彩了。但可惜啊，他们实际上是在加拿大的法庭啊已经裁定孟晚舟双重犯罪成立之后才提出来的，那在程序上你就被动了。但是啊，孟晚舟案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司法案子，它的角力也并不仅仅体现在法庭上，最终的解决也不是靠法庭的诉讼，因为聆讯过程还没结束，整个孟晚舟的事件就戛然而止了。那么关于孟晚舟啊，他最终这个事情是如何解决的，咱们明天接着来讲。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Huawei executive Meng Wanzhou will not be heading home as quickly as she'd hoped. A judge has...敦促加方反省错误，认真对待中方的严正立场和关切。 We have always highlighted that Canada is a country of the rule of law, and we
President Xi, who is a strong man, I call him king. He said, but I am not king, I am president. I said, no, you're president for life, and therefore you're king. He said, huh, he liked that.